你有没有曾在某个深夜，看着睡在身边的另一半，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人怎么越看越像个陌生人？明明结婚10几年、20几年了，房贷缴清了，孩子也养大了，原本以为大半辈子的辛劳总算熬出头，可以跟老伴过几天清闲日子，结果呢，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冷战和争吵，在同一个屋檐下大眼瞪小眼，连挤个牙膏、看个电视都能吵得天翻地覆。你常常觉得满腹委屈，不明白当初那么相爱，觉得非他不可的两个人，为什么现在相处起来却时常像个仇人一样？今天我们就用佛陀三世因果的智慧，为你揭开这层最神秘的婚姻面纱。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不仅能彻底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为了你的伴侣，还能拿到化解这段感情死结的终极解药，教你如何跳出互相折磨的轮回，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并学会用这把改变命运的钥匙，去翻转你们下半辈子的夫妻磁场。面对婚姻里的委屈和痛苦，我们现代人最常找的理由就是个性不合，或者是价值观不同，总觉得要是当年选了另一个人，或许日子就不会过得这么郁足。但古老的东方智慧，特别是佛陀的教诲，却给了我们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佛法告诉我们，夫妻关系绝对不仅仅是这一生、这一世的事情，它深深地扎根在过去生生世世的因缘纠葛里。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相聚，也没有凭空而来的相爱相杀。佛经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这句话听起来很深奥，其实用白话来说就是，你今生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你遇见了谁，爱上了谁，又被谁折磨，都是你过去无数个辈子里自己种下的因，而在今生结出的果。因果不是神明对你的惩罚，它是宇宙间最公平的自然法则。就像你把种子撒在泥土里，时间到了，它自然就会发芽、开花。结果，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带着一本厚厚的3世剧本。你们今生能做夫妻，成为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两个人，需要的缘分实在太深太深了。这种缘分往往跨越了千百年，是过去生生世世中你们之间互相帮忙、互相伤害、互相欠债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在6道轮回的漫长岁月里，你们可能曾经是父女，曾经是仇人，曾经是擦肩而过的过客，也曾经是同甘共苦的战友。那些没有算清楚的恩怨，没有还完的债务，都会化作一股无形的业力牵引。所以你今生遇到的另一半真的不是随便安排的，那是你们彼此灵魂的约定，也是业力的显现。你们现在的相处模式是恩爱还是怨恨，是和谐还是冲突，往往跟前世结下的缘分息息相关。说白了，它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要么是来报恩的，要么是来报怨的，要么是来还债的，要么就是来讨债的。这4种基本的缘分交织成了我们婚姻里的酸甜苦辣。你可以先在心里感受一下，你觉得你们属于哪一种？当我们能够拉高视角，用3世因果的眼光重新看待眼前那个让你又爱又恨的伴侣时，你就会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多解不开的心结也就有了解药。你不再只是一个受尽委屈的受害者，而是一个正在经历灵魂修行的觉察者。说到这前世的纠葛，我们就先来聊聊还债。在南传佛教的经典里，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伊湿陀希的女子。如果把她放到现代，她绝对是所有人眼中的完美人妻。
她长得非常美丽，性格温柔，对公婆极尽孝道。更难得的是，她把丈夫当成神明一样伺候，家里的粗活、重活她全都包办，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天还没亮就起床烧水煮饭，把长辈伺候得舒舒服服，把家里打理得一尘不染。可是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极其残忍的玩笑。结婚才短短1个月，她的丈夫就坚决要把她赶出家门。没有小三，没有婆媳问题，她也没有做错任何事。丈夫给出的理由只有一个：我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他，看到他就烦，1分钟都不想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伊施陀西哭着回了娘家。后来父母又帮她找了第2任丈夫，甚至第3任丈夫。每一次她都加倍的卑微，加倍的讨好对方，但每一次的结局都一模一样。对方明明享受着她的照顾，却又毫无理由地厌恶她，抛弃她。她崩溃了，她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最被诅咒的女人，甚至绝望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不明白，自己一生向善，从来没有害过人，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惩罚她？直到后来，她遇到了一位修行高深的比丘尼，跟着出家修行。当她透过禅定最终开悟，看见自己过去世的因果时，一切的谜底才终于解开。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世，她根本不是女人，而是一个非常有钱、生性风流的公子哥。那个公子哥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到处玩弄女性，始乱终弃。他看上哪家的姑娘，就用尽甜言蜜语骗过来，一旦玩腻了，就狠心抛弃。他破坏了无数人的家庭，让许多真心爱他的女人饱受心碎、绝望和被抛弃的痛苦。那些女人在深夜里流下的眼泪，发出的怨怼，形成了一股极其庞大的业力。那一刻，伊施陀西全明白了，今生她的完美，她的卑微，还有她所承受的那些毫无理由的厌恶与抛弃，根本不是因为她不够好，而是她正在偿还当年欠下的那一笔又一笔沉重的情债。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轮回，丝毫不爽。你曾经加诸在别人身上的痛苦，哪怕隔了千百个世纪，最终还是会回到你自己身上，让你亲身尝一遍那种锥心之痛。看到这里，荧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心里揪了一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甚至你自己可能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婚姻。你为了这个家放弃了自己原本大好的事业，每天早上5、6点就起床，赶着去早市跟卖菜的老板讨价还价，只为了买到老伴最爱吃的那种鲜鱼。你熬黄了脸，舍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却总是把最好的都给了伴侣和孩子。公婆生病的时候，是你日夜守在床前把屎把尿，做牛做马，连街坊邻居都夸这家娶了个好媳妇，结果换来的却是伴侣的冷漠、嫌弃，甚至是无情的背叛。他下班回到家，你端上热腾腾的饭菜，他却只顾着滑手机，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你稍微抱怨一句腰酸背痛，他反而嫌你爱碎碎念，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常常在深夜里哭泣，看着自己布满粗茧的双手，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把整颗心都掏给他了，他却要这样对我？这辈子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他的？你觉得委屈，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满腹的心酸无处诉说，只能自己咽下。但佛陀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你明明没有做错事，却遭遇这种无解的恶缘时，你很可能就是在还债。伴侣对你的冷暴力，对方对你毫无理由的挑剔，其实都是过去世你曾经加诸在别人身上的痛苦。
如今化作无形的怨气回到了你的身上。这份怨气遮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见你的好，只会本能地对你产生排斥和索取。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用再自我折磨了，因为债还清了，缘分也就尽了。对方的离开或者无情，不是因为你没有价值，不是因为你不够漂亮，更不是因为你不够贤惠，而是你们之间的因果已经结算了。你在这段婚姻里流下的每一滴眼泪，受过的每一分委屈，都在消解你过去世的业障。与其苦苦哀求，或者在怨恨中纠缠，逢人就诉苦，把自己变成一个充满负能量的怨妇，不如坦然地在心里说一句：我欠你的，还清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当你能够这样想，你就能真正放下那份不甘心，放过别人，也放过你自己。你的心就会从那个充满幽怨的无底洞里爬出来，重新迎向阳光。说完了让人心碎的还债，我们再来看看婚姻里另一种最常见的状态，那就是抱怨。以目前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和伴侣是不是常常处于这样的状态？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比如挤牙膏是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比如电视遥控器放在哪里，甚至只是对方咳嗽了一声，都能吵得天翻地覆。两个人互相挑剔，谁也不让谁，说出来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专挑对方的痛处踩，简直就像是几辈子的仇人。特别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两个人整天闷在家里，你看他不顺眼，觉得他整天坐在沙发上像个老太爷一样，报纸乱丢，茶杯也不洗，他看你觉得烦，觉得你整天碎碎念，什么都要管，连出门跟老朋友在榕树下泡个茶，你都要念上几句。屋子里的空气常常紧绷得像要爆炸一样。如果你们的婚姻就像战场，每天都在叠对叠，那么你们很可能就是带着前世的怨气来互相抱怨的。过去结下的梁子没有解开，也许是在古代你们为了争夺财产打过官司，也许是曾经因为嫉妒互相陷害，今生换个身份，同处一个屋檐下继续互相折磨。那些无名火，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其实都是累世习气的翻搅。面对这种怨偶的困境，很多人会觉得心灰意冷。难道只能这样痛苦地互相消耗一辈子吗？难道这辈子就这样将就着过下去，直到走进棺材的那一天吗？佛经里有一部《玉耶女经》，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甚至能瞬间翻转命运的化解之道。故事发生在古印度，有一位超级富豪兼大善人，叫做须达长者。他为儿子娶了一个名叫玉耶的媳妇。这个玉耶出身名门，长得倾国倾城，但脾气却是出了名的骄纵暴躁。她自恃娘家有钱有势，根本不把公婆和丈夫放在眼里，家里每天都被她闹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稍有不顺心，她就对着下人非打即骂，连长辈劝她两句，她都敢顶嘴。长者一家无可奈何，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最后只好请佛陀来帮忙教化。佛陀见到傲慢的玉耶，并没有板起脸孔指责他，也没有拿出长辈的架子来压他。佛陀只是平静地对他说：玉耶啊，这世间的妻子大致可以分为7种，前3种是带着恶缘来的，分别是杀夫妻、盗贼妻和恶主妻。后4种是带着善缘来的，分别是母亲妻、妹妹妻、朋友妻和婢女妻。佛陀接着详细解释这7种关系的特征和未来的果报。他说，恶主妻就是那种把伴侣当成奴隶，自己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心就破口大骂的人。这种人因为不断种下恶因，
内心充满了戳恨，未来的命运往往非常悲惨。而婢女期并不是真的叫你去当卑微的奴才，失去自我的人格尊严，它是指一种精神境界，代表着愿意放下傲慢的身段，带着谦卑、包容和服务的心去照顾家庭，包容伴侣。这种人内心柔软，广结善缘，所到之处都能带来祥和。听完佛陀对这7种角色的详细描述，以及他们未来将承受的因果报应，玉耶女原本高傲的头颅渐渐低了下来，她看着佛陀慈悲而充满智慧的双眼，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行为有多么愚蠢和可怕，她感到无地自容，当下向佛陀深切忏悔，流下了惭愧的眼泪，并发愿说：世尊，从今以后，我愿意收起我的傲慢，做一个谦卑服务的婢女妻。从那一天起，玉耶彻底变了一个人，她变得温和、体贴，懂得尊重长辈，体谅丈夫。长者一家也从此恢复了和睦与安宁，成为了当地为人称羡的佛化家庭。这段公案给了我们现代人一个极大的震撼教育。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里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恶主。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总想控制对方，总觉得对方配不上自己的付出。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什么事都做不好，这个家要不是我撑着，早就散了。这些伤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常常挂在嘴边？我们带着前世的怨气，在今生继续讨伐彼此，互不相让，把原本温暖的家变成了冰冷的法庭。但佛陀告诉我们，恶缘不是死结，它是可以被转化的。佛教常说，烦恼即菩提，转变只在一念之间，而转化的那把钥匙从来都不在对方手里，而在于改变你自己的心态与定位。如果你觉得伴侣处处针对你，让你痛苦不堪，每次跟他讲话都像在吵架，试着先深呼吸，放下你的防卫与攻击，不要再用抱怨去对抗抱怨，因为那就像是抱薪救火，只会让怨恨的火越烧越旺，最后把2个人都烧得遍体鳞伤。试着在心里转个念，或许是我前世亏欠了他，今生他才这样对我，这一次我愿意主动退一步，用包容和服务的心来化解这段恶缘。当你愿意放下傲慢，收起锋芒，开始用母亲般的慈爱去包容他的幼稚，用朋友般的理解去倾听他的苦闷，甚至是试着用婢女般的谦卑去照顾他的起居时，你身上那种尖锐的磁场就改变了。人都是肉做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方一定会感受到这种磁场的变化。一开始他可能会觉得奇怪，甚至还会冷嘲热讽几句，但只要你坚持释放善意，不计较一时的输赢，把每一次的包容都当作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即使是再坚硬的冰山，也终有融化的一天。记住，改变命运的开关永远都在你自己手里，恶缘完全可以在你的手里被翻转成无比殊胜的善缘。当你不再执着于对错，你的婚姻就从战场变成了修行的道场。说完了还债和抱怨，我们不得不提婚姻里另一种让人非常无力，甚至感到绝望的缘分，那就是讨债。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也许平时不怎么跟你大吵大闹，但他就像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不断地在消耗你的金钱、精力和健康。比如，他总是好高骛远，听信朋友的话，一次次跑去投资、创业，结果每次都赔得血本无归，最后还要你拿辛辛苦苦攒下的私房钱，甚至是拿娘家的房子去抵押，让你去借信贷，跟亲戚朋友标会来帮他擦屁股。又或者他沉迷于某些不良嗜好，
把家里原本要给小孩交补习班的钱、缴房贷的钱都挥霍一空。还有些伴侣，年轻时不爱惜身体，老了之后百病缠身，让你每天不仅要顾着家里的大小杂事，还要像个看护一样推着轮椅带他跑医院，耗尽了你的退休金和你仅存的体力。遇到这样的伴侣，你常常会在四下无人的深夜里仰天长叹：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上辈子是欠了你多少？这辈子要养你这个讨债鬼。佛法残酷，却也最真实地告诉我们，没错，他真的就是来讨债的。在过去某一个甚至无数个前世里，或许是你用不光彩的手段骗了他的钱财，侵占了他的家产，也可能是你剥削了他的劳力，让他流血流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那些你曾经亏欠他的物质、金钱和心血，今生他便带着这张无形的借条，理直气壮地成为你的伴侣，连本带利地向你要回来。面对这种讨债型的伴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甘心，每天活在恐惧和愤怒里。但佛法告诉我们，欠债还钱，因果定律谁也逃不掉。如果你因为他的讨债而每天咒骂他，甚至用恶劣的手段互相折磨，那么旧债没还清，反而又添了新的恶缘。但是请特别注意，佛陀教我们随顺因果，绝对不是要你毫无底线地纵容他，跟着他一起沉沦。佛法讲究慈悲，但也非常强调智慧。面对讨债的伴侣，你要在心里明白这是因果，坦然接受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但在行为上，你必须要懂得设立停损点。你可以帮他，但不能让他把整个家、把孩子的未来都拖垮。你要照顾他，但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当你在心里真正放下那份为什么是我这么倒霉的怨气，用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他的索取，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这是我过去欠他的，我现在欢喜还，打折还。一旦你用这种转念的智慧去面对，当你该还的额度一满，这张无形的借条两清了，他自然就会停止索取，或者这段缘分就会以某种方式自然结束。说完了让人心累的还债、抱怨和讨债，我们来聊聊婚姻里最美好的状态，也就是大家最向往的灵魂伴侣。我们常常羡慕那些白头偕老、恩爱一生的神仙眷侣。走在公园里，看到一对满头白发的老阿公老阿嬷手牵着手慢慢散步，偶尔相视一笑，那种宁静和美好总会让人眼眶微热。佛法告诉我们，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运气，这不是求神拜佛求来的，这是由强大的共同愿力所结下的超级善缘。在佛教经典增支部里记载了一对非常有名的模范夫妻，叫做那居罗长者和他的妻子。这对夫妻有多恩爱呢？他们从年轻时结为连理，一起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直到头发花白，步入晚年。这漫长的一生中，他们从来没有对彼此升起过一丝一毫的背叛，甚至连一个嫌弃对方的恶念都不曾有过。他们之间没有秘密，没有猜忌，只有深深的信任和依赖。有一天，他们牵着手来到佛陀面前，问了一个全天下相爱的人都想问的问题。他们满怀深情地看着对方，然后对佛陀说：世尊，我们这辈子这么相爱，真的舍不得被死亡分开。我们不怕老，不怕病，就怕将来有一天死亡会把我们硬生生拆散。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下辈子、下下辈子还能结为夫妻，继续相伴？你猜佛陀怎么回答？佛陀没有叫他们去神明面前发毒誓，也没有让他们去买同心锁，更没有告诉他们去求什么护身符。佛陀非常平静，而且极具智慧地告诉他们，
夫妻想要生生世世相聚，单靠海誓山盟是不够的。那些所谓的山无棱，天地合，听起来很浪漫，但在宇宙巨大的业力法则面前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誓言抵不过业力的流转，一旦福报享尽，缘分自然就散了。想要再续前缘，维系这种生生世世的羁绊，必须具备4个条件，佛法称之为四同。这四同不仅是来生相聚的保证，更是今生幸福的基石。第一是同性，也就是你们要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要高度一致。这不是说你们非得信同一个宗教，而是你们对生命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有着共识。比如，你们都相信善有善报，都认为做人要诚实本分。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你们能用同样的心态去面对，不会因为一点挫折就互相指责。第二是同戒，要有共同的道德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绝对不能做。2个人心里都要有一把相同的尺，在日常生活中，这体现在你们对待人事物的一致态度。比如去市场买菜，小贩多找了零钱，你们会毫不犹豫地一起把钱退还回去。遇到路边有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不会一个想帮忙，另一个却嫌多管闲事。这种道德上的默契能减少婚姻中绝大部分的摩擦，也就是共同的善良与慷慨。你们都愿意对这个世界释放善意，有着一样柔软的慈悲心。逢年过节或者初一十五，你们会一起去庙里拜拜，为家人祈福，也愿意把家里多余的物资捐给育幼院或养老院。看到邻居遇到困难，你们会一起伸出援手。这种共同布施的行为，不仅能积累深厚的福报，更能让夫妻之间的心靠得更近，因为你们共同参与了美好的事物。第四是同慧，这一点最重要，就是共同的智慧与认知。你们的思维要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交流，遇到人生的风雨时，能一起成长，一起提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当孩子离开身边，当身体开始出现各种老化的病痛，你们不会陷入恐慌和抱怨，而是能泡一壶乌龙茶，坐在木桌前，平静地探讨生命的无常。你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心灵上的知己。这四同就是佛陀开示的维系生生世世缘分的终极密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代人，很多人以为爱得死去活来，每天黏在一起说甜言蜜语就是灵魂伴侣，但只要激情一退，遇到现实的考验，发现价值观不同，婚姻马上就摇摇欲坠。为了一顿饭去哪里吃，为了过年回谁家，为了一笔钱怎么花，都能吵到不可开交，甚至闹到离婚。真正的灵魂伴侣，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共鸣，是2个人有着相同的方向，一起面对人生的无常，一起修行，互相成就。如果你觉得现在的伴侣就是你想要相伴一生，甚至生生世世的人，那么不要只停留在嘴巴上的我爱你，去看看你们的四同做到了多少。如果你们能在价值观、道德感、善良和智慧上保持同频共振，那么恭喜你，你们不仅仅是今生的夫妻，更是灵魂深处的道友。你们的善缘将会跨越时间的长河，生生世世永不消散。听完了前面这么多前世今生的因果故事，你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继续痛苦下去吗？当然不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不是要你抛家弃子，遁入深山，而是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中，在2个人磕磕绊绊的相处中去历练。修行不是远在天边的神话，
它就藏在你每天为家人准备的便当里，藏在你扫地拖地的动作里，藏在你忍住不发火的那一瞬间。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可以在生活中实践的微行动。只要你愿意试着去做，就能慢慢化解恶缘，重新扭转你们夫妻之间的磁场。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关心与忏悔。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不要去想今天他哪句话又惹你生气，也不要去盘算明天还有多少家事要做，而是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深深的吸气，慢慢的吐气，在心里默默的对自己说，无论是今生还是过去式，如果我有意无意的伤害过我的伴侣，我今天真诚的在心里向他忏悔。这句话不需要说出口，就是在心里默念。这不是为了向对方认输，而是像用清水洗刷心灵的尘垢一样，把你潜意识里那些纠缠的怨气和业力一点一滴的清理干净。当你愿意在心里低头，你内心的空间就变大了。第二个行动，冲突当下的止恶深呼吸。我们常说，止恶就是要先停止互相伤害。下次当伴侣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你感觉肚子里这把火轰地一下要烧起来，那些刻薄的伤人的话已经冲到嘴边，眼看着又要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的时候，请你强迫自己停下来，做一个深度的深呼吸，在心里告诉自己，如果我现在骂回去，我又种下了一个新的恶因，这个轮回就永远解不开了。哪怕你只能忍住5秒钟，哪怕你气得浑身发抖，但你选择了转身先离开现场，去厨房喝杯水，或者去阳台吹吹风，你都已经成功斩断了一次恶缘的延续。这在佛教里叫做忍辱，这绝不是懦弱，而是非常有力量、非常了不起的修行。第3个行动，每天一句无所求的善意话语。什么叫无所求？就是你释放善意，但不期待他立刻给你热烈的回应。我们常常付出了一点点，就巴不得对方马上感恩戴德，这还是带着交易的心态。这句话可以非常简单，例如他下班回来，你递上一杯水说，你今天辛苦了，或者吃饭的时候说，今天这盘高丽菜炒得真清甜，或者只是在他出门骑机车去上班时，轻轻在背后说一句，路上骑车小心，慢慢来。即使他一开始反应很冷淡，觉得你莫名其妙，或者只是敷衍 diss 了一声，你也不要气馁。这就像是在原本干涸的土壤里重新滴入甘露，水滴石穿。只要你持续播下善意的种子，用温柔去浇灌，过去累积的冰山总有一天会慢慢融化，开出花来。记住，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只要你开始行动，改变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为你转动了。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在心里默默地问，如果我们真的缘分尽了，该做的我都做了，忍也忍了，让也让了，但实在痛苦的走不下去了，每天都像生活在人间炼狱里，又该怎么办？请不要有罪恶感。佛法告诉我们，世间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生，缘聚则生，缘散则灭，这是一切事物的真相。夫妻关系同样遵循这个法则，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哪怕是当初海枯石烂的爱情，当过去的因缘之力消耗殆尽，或者两人之间的业力已经结算清楚，这段关系自然就会走向终结。缘分的深浅决定了我们能相伴时间的长短。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过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教会你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下车。如果真的是恶缘太深，你已经用尽全力去包容、去修缮，却依然无法化解，双方都在互相伤害，
甚至影响到了身心的健康和家庭的安宁，那么分开有时候也是一种慈悲的止损，放过对方，更是放过你自己。放手不代表你的人生失败了，更不代表你低人一等，它只代表你们这一生的功课做完了，这笔债终于还清了。你可以昂首阔步地走出这段关系，迎接生命下一个阶段的平静。但请记住，即使分离，也要尽量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处理。好聚好散，不要在背后到处说对方的坏话，不要教唆孩子去仇恨另一方，不要再让心里生出新的怨恨。因为如果你带着恨意离开，觉得自己被辜负了一辈子，这个打不开的死结就会紧紧跟随着你的灵魂，带到下一辈子继续纠缠。无论你的婚姻现在是存续还是已经结束，请你都把它看作是一场深刻的自我修行。这是一个让你了解自己、修正内心、学习慈悲与智慧的课堂。在顺境中，我们感恩惜福，不骄傲；在逆境中，我们学会转念放下，不抱怨。这才是因果带给我们最究竟的解药。明白了一切都是因缘的聚散，我们就能在无常的岁月里保有一颗如如不动的心。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探讨了许多前世今生的纠葛，从还债的辛酸、抱怨的痛苦、讨债的无奈，到四同的神仙眷侣，再到日常的修行转念。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此刻，我想要邀请荧幕前的你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力量的事情。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或者是为你自己、为你的伴侣、为你的家人，甚至为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祈福。你可以写下愿我放下怨恨，重获平静，也可以写下愿天下有缘人皆能共结善缘，无灾无难。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句话，当我们几千、几万个观众都在这个留言区发出善念的时候，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佛教说，共业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慈悲的磁场一定会产生共振，最终回馈到你自己的生命里，为你化解生活中的违缘，为你和家人带来不可思议的福报与安康。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愿意静下心来听我分享这些古老而温暖的智慧。愿你在茫茫人海中，无论遇到谁，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用一颗澄澈明理的心去善解恶缘，共结善因，走向属于你的平静与幸福。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段缘分与分享为你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启发，让你在疲惫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点力量，诚挚地邀请你点击订阅，并将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可能正需要这份力量的朋友、老同学或是群组里的亲友。让我们一起在漫漫人生路上修心养性，用智慧照亮彼此前行的路，遇见更通透、更自在的自己。我们下期影片再见。